好，今天过年特别节目，我们也要特别来聊，就是在川普一整年的关税围堵之下，到底有没有效？现在看起来好像整体来说评估是失效的吗？尤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围堵，反倒激出了中国大陆的外贸在最新的一个数据统计，在去年是破兆美元的，创下了新高。那么当中有一些关键的经济引擎，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掌握。好，先来看到说，2025年刚刚聊了美国的经济社会呈现了一个 K 型化的社会，但是中国大陆走出了在经济上不一样的路。川普的关税政策之下没有打趴中国大陆，没有想到2025年反倒是中国大陆它的这个贸易顺差高达了1.05兆美元，特别是针对了东协国家，它的出口反而是创下了新高，年增幅高达了7.4%。针对欧盟国家也有8.4%的一个年增幅，拉丁美洲更是高达了7.4%，当中最多的就是对于非洲的出口成长了幅度高达25%。关键的主导3个引擎当中，我们也来看到，除了电动车之外，比亚迪看到在2025销量超越特斯拉，登上全球电动车宝座，更是在全球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日本。第二个就是它的动力电池表现也非常的好，中国大陆电池厂商全球市占率高达了68%，宁德时代跟比亚迪稳居世界前2。工业机器人，不管是在搬运的机器人跟焊接机器人等等，在海外的基建跟交通的建设上面都可以大显身手，去年出口增幅更是达到60%。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在去年有这么好的一个贸易表现？但另一方面体现的就是说，中国大陆出口好，但是内需是否仍然还没有完全的复苏呢？聂老师怎么看？没有错，现在其实中国的内卷非常严重。这个其实，在2013年巴厘岛的一个 APEC 会议呢，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呢，我记得那时候10月8号在巴厘岛，他就讲出了一个重要的话。那一天呢，奥巴马没有去，在2013年。为什么没去？因为美国 shut down 政府关门，这时候全部围绕习近平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中国现在经济起来真是快啊，你有什么未来打算？不要这样子看我们有很多的问题。8个字啊，他用那个翻成中文，产能过剩，需求下滑，这是事实，他看到了，他不断的在创造这样的一些制度，能够下压产能的过剩，需求下滑，但是太难了，因为中国它的制造实力真的太厉害，所有东西量产再量产。成本越来越低，一个 cost down， 然后量产越量，而且量产就算了 ，quality 不止 quantity， 品质越来越好。我跟各位讲一下，其实我把中国分4个阶段，最早是2003、04到2013、14，这是江泽民的时候，在胡锦涛的时候，中国开始有钱，是因为经过了这个 WTO 之后，2003到2004到2014，请问发生什么事？外汇存底从1兆2600、2兆2900，2011的3兆，2014的第一季4兆。有钱人是鬼推磨，这个重点来了。习近平上来的时候，2013到2023、24，整个中国出现了3个大的反转。第一个，成了基建狂魔，在技术面太强了。第二个呢，科技不断的领先。我讲的2014就开始丢大经济一起计划，2019 2期，2023 3期，不断扎经济计划，完全看准了未来科技的发展，科技领先。第3个就是经济的奔发。那经济奔发当带动了这部分，这3样东西。然后他们走出了国际，开始走“一带一路”等等。我跟各位说明一下，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这么内卷还能够复活，在川普这样的压制还能够这么的这个屹立不摇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刚刚讲有财务面、非财务面的，包括这个我们讲财务经济的分发呀，这个基建狂魔，还有科技的领先之后，建立了很多海外关系。“一带一路”走出去之后，非洲也好，东协各国也好，甚至现在量产之后的无人机、机器人、电动车之后，欧洲也好。各个地方都需要中国的成本低，品质好，然后当然也量产的这个东西，当然会被告倾销了。这时候你会发觉，它奠定一个很重要的扎实的国际关系。川普用关税压他就开始转换方向，转到哪里？开始走到这些国家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它的量也好，质也好，成本又低，别人会买单。他也因为这种国际关系，让他在各个地方把他的出口反而上升，反而让这个川普跌破眼镜。2025年，他突破1兆，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出口最高的一年。这就是中国它很特别的地方。因此，我觉得中国的内卷，大家一定要了解，它的确发生，因为的确产能过剩需求下滑，也竞争太强烈。但是他们在国际的关系，因为世界还是需要东西，中国制造的东西好。
它又是大家需要的东西，因此它一样有一定的销路。反而川普现在才开始要做制造业，将来要卖到哪里都不知道，他只能先维持他自己而已。所以未来啊，这个此消彼长，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它的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创下了1兆美元新高。刚刚讲了几个关键引擎嘛，电动车、动力电池跟工业机器人，到底相比日韩跟欧美，它的优势又在哪里？像这个怎么看？我想中国大陆在最近，大家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中国大陆的这10几年来的这个发展建设，那么终于来到一个非常强悍跟强势的状态。那么在2026年初，连续已经有超过你可以说6国到8国各方面的这种欧美国家的领袖都前去跟中国部分。那我想这个部分凸显出一个很特别，因为现在放眼看见全中国，我们讲国力这件事情，先从军事来看。军事的部分，像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能力，都认为已经可以跟美国硬齐风大家可以互相抗争了。那么来看经济的力量跟包括基础建设，有很多东西现在包括，甚至我们在网络上，中国大陆连城市建设、高铁等等的美食、便宜的民生物价，基本上对比的全世界，包括欧美国家的样。最近是中国的文化对外输出，既然是靠这种硬邦邦的东西，还不要说是这些什么短视频啊，这些也都是这个形式，也都在输出。所以，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，为什么能够这么强？我想就一个原因，中国大陆是国家计划经济。每5年，中国大陆长久以来就每5年做国家计划，可是这些东西是由国家主导，而且有国企去带动民企，所以所有的一切，甚至你都觉得并不见得是为了赚钱。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基础建设，在其他的国家都是民间企业做的，甚至是民间赚钱，可能是特权在赚钱。可中国大陆不是，而国家经济的部分是各省都得做，包括 GDP 也好，乃至于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来讲，中国大陆是因为房地产的问题跟金融挂钩在一起，泡沫化对整个国家经济非常严重，全世界看衰，说他们完蛋了，说他们已经要垮了，讲了10几年。可是这个我想最大的转折就是确实是在“12.5”，也就是2011年开始那时期，因为“12.5”出现的就是刚刚其实思明提到的，包括新能源，包括电动车，所有的这一切，其实我自己也是，我自己就是在2010年底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新能源这个蛮有意思的，所以我2011年就去香港帮李嘉诚先生投资的新能源电动车工作，我是因为这个东西去的，所以我自己是亲身见识了这所有一切。而中国大陆国家计划经济，我觉得特别要讲，里头有个大脑真的很厉害，这个叫发改委。中国大陆国务院底下有一个发展改革委员会，这个发改委，我们台湾也有经建会，可经建会在规划了什么挖沟啊，那些很虚无的，你看发改委规划了这每5年计划是每一个都要达成目的。我过去的老板就是发改委长期计划司的副司长，他在跟我描述，中国大陆是整个发改委里头一直有人做3年的计划、5年的计划、10年计划、20年，也就是说这个机构里头可不是都在写报告，而在发改委在习近平上任之后，2013年之后就改制，他们没有长期计划司，出现这个东西很厉害，叫做体制改革司。就是他们是一边执行一边在修正它的体制，他们还有发展战略跟经济运行的评估，所以这些很精密的规划设计，由14亿人口当中最好的经济头脑投入这个国家建设计划，10多年下来，15年到现在2025年、26年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子的结果。当然，这还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所发生的。所以我想这部分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魄力，以及国家整体的机器往前推动美国、欧洲相形见绌。好，中国大陆整体的这个经济规划之下，我们刚刚特别也看到了许多产业的崛起。那其实美国要担心的，不只是刚刚我们讲的非常多是在科技产业上面的崛起，另外就是这个跟军民两用的战略物资有关的，就是无人机跟机器人了。美国原本要进的大疆无人机，现在也不能进，因为它恐怕还是太需要。那美国自己做得出来吗？2026年有没有机会？舰长怎么看？首先，这个主持人问2个问题，其实这2个问题不是现在有一个模糊答案，现在有肯定的答案。第一个，他们现在的说无人机啊、机器人啊，肯定会进入未来的战场，变成一个实际的战力。第二个就是美国可不可能2026追上？我现在就肯定的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机器人还算一个人形的，你可能还觉得还不是很成熟，但是机器狼、机器狗非常成熟了在战场，无人机也非常成熟。那谁说战场一定要那个人去打仗？
那机器狗就非常之好了，因为人只有双足有一点困难度，但是也未来3年之内会，这是第一个，中国已经把它运用在这个战场上了。第二个，你以为这个好，我们举个无人机好了，你以为无人机是这么容易做的吗？好比我举个例子，我们今天大疆有卖无人机啊，你网络上就买啊，买回来我们中科院就给它拆开啊，就硬体模拟啊，模拟完毕，逆向工程就做完了。它真正困难的不是硬体，是它的那个软体。我看过一个那个大概10多年前的一个无人机，400多万台币，它飞起来，那个风一吹，它就几乎整个这样子。好比说这无人机往上的，它整个对着这样风吹，几乎都动不了。你就知道它那个飞行的控制是很困难的。前2天台湾制了一个无人机，你知道，一飞起来动就打下去了。如果你做硬体，很容易去逆向工程。为什么你就这样掉下去呢？因为那个叫做飞行控制系统是非常非常难的，就像 TikTok 那个东西叫算法，算法你以为这么简单啊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就它的供应链，大陆的供应链太齐全了，制造业都非常齐全。你今天到美国去做一个，最后50%的零件还是要回到中国来，它没有全部的这个供应链。还有第三个就是量大到一个程度，你打不过它。好比说我在10多年前在大陆，有时候我有点想吃东西，我去那个买了一碗杯面，是康师傅的，这么小小一杯，5毛钱，人民币5毛。我打开来吃泡也很好吃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知道你永远打不赢它，因为它从进货、进辣椒、进面粉，通通从产地整个这样包过来。你去做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它？量大到一个程度就不可能。这是我说，今天美国就算想投入去做，我刚刚说这3样东西，它都没办法超越。好，谢谢舰长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